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隆中对栏目，我是评论员王彦博。今天我们请来跟我一起解说的呢是中国 MMA 著名的解说，双方进入了这个比赛。我们武林隆中队的比赛呢，在规则上也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啊。为了保证选手的安全呢，我们在除了插眼、后颈、踢裆以外的标准防御以外，我们还在地面中呢不允许用肘法去击打头部。对。因为肘法很危险啊，很容易把脑袋上开口子。哎，没错。所以说，为了保护运动员呢，我们会暂时禁用肘法。我们看到现在一上来的话，上势法被扑倒了。对，对方是一个练习了 MMA 4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选手，而且刚在这个 Mixed Fight 中呢拿到了2015年3月的冠军和2015年12月的卫冕。对，上势法站起来了，拿到2个内把。我们看到现在丹尼斯是用膝盖来顶住上肢法的胯下，不让他能够靠近。给了一个侧面啊，把整个的切面给留给张世法，这个防摔是正确的。防世法用头开始把对方往另一个方向挤。对。大家如果是第一次看在笼中比的那种 MMA 比赛的话，大家可以能看到现在两人在笼边是合理的利用笼子来给自己占据尽量大的优势。离笼子比较近的这位选手呢，会用笼子的倚靠力来防止自己不被摔倒；而在顶着离笼子近的这位选手呢，会用笼子的力量让对方没有办法往后退，用自己的切力去把对方摔倒。我们的观众也听到了，我们这次比赛呢是定级赛，我们的比赛分为定级、排位、挑战。以及最后的这个头衔赛4部分啊。那在这个排位赛中呢，如果选手赢得，就会得到对方总积分的15%；如果以 KO 或者降服，就会得到25%这样的积分来进入我们的排名赛。那我们的排名呢，应该也是国内的首个拥有 MMA 积分的排名。抱起来了，勾倒，抓笼子，这是一个犯规的动作。上势法直接从单腿变成双腿。看有没有？现在两只手啊，大扣已经扣紧了。现在需要的是将对手举到空中，然后把它砸下来。这时候低着头，而且被对方做了一个木村扣，扣着另一只手，所以不是那么容易能离开地面的。对方又是抓笼子。现在裁判刚才是把他的手给拍掉了，哇！走了一个木村，上势法的一条腿抬起来，把手直接扣在了大腿的内侧。这个实际上这个木村已经是没有了，上势法开始转。这时候是接翻过来。但是上肢法2条腿，我们看一下2条腿位置啊，这样已经有一个 leg drag 的动作了，已经拿到了侧面。这时候上肢法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对方的胯推开，然后把自己的上身扭转过来，正直面对对手。上肢法已经从这个蝴蝶防守变为这个踩胯的 open guard 了，开放防守以后呢，上肢法。这样的话能控制对方的胯，不让对方进得更深。对，我们现在看到上肢法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头部，没错，这样对手就没有把身体支起来以后进行强力的地面锤击。如果把上身直立起来的地面砸击，这个伤害是不容小觑的。但是上肢法现在整个的背后已经靠在笼子边上，他已经退无可退了。这时候上肢法有2个办法，一个就是把对方蹬开，用这个力量直接翻起来去抱对方的腿，另外就是把对方开始踢，然后我们在规则里面是不允许3点着地以外的进行足球踢，也就是击打头部。第一回合结束。这场比赛双方的这个水平还是差距不大啊。这里要为大家介绍的话，我们 MMA 的比赛每一回合是5分钟，而每场比赛的话，如果打满会有3个回合。如果你是真正的强者的话，你需要在1年的时间里边有一个非常稳定和良好的表现，才有最终可能成为最终的年度的冠军。没错，这种大强度是对意志力和技术的一个极大挑战。没错。实际上上势法本人是这种扑摔系的选手，自己很擅长上位的压制以后的打击，但是在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上势法的发挥。自己的这种整个的重心把控以及这整个推土机的这种态势呢，让上势法也比较难受。刚才这个双腿抱摔速度很快，没错，对方盘的也很快啊，直接做了一个 recover。但是这个角度上，上肢法应该是比较容易突破的。对，上肢法应该是在寻找合理的击打的角度啊，把对方翻过来，对方抱腿了，上肢法直接 sprawl， 拿了2个腋下，漂亮，还要摔。
好，这里丹尼斯依旧是用自己的胫骨挡住上肢法，不让他靠近。这个动作实际上在我们中国式摔跤里面也有这样的防摔。实际上这个在龙边的话是很好的，能够把对手的身体的重心控制在外面。没错没错。上肢法很注意这个把位的控制啊，在只要一个后手。据我所知，上肢法是笑得越开心的时候，打得就越狠。对。这个比赛在他的锐舞的里边的比赛中呢，是体现出来的比较明显啊。哦，两人互相要做抱摔，没成功。对方抱了上肢法一条腿，上肢法的头现在在对方的腋下，这个有一点危险。对方顶膝。对。但是而且双方都没有第三点着地的情况下，对方是可以吸头的。对方上肢法直接进侧位。对，上肢法是用了对手死固住他那个脑袋的这个机会是和对手贴近了距离，直接把对手攻到了地面上。不过在这个位置，对方的这个右膝如果塞进来的话，上肢法的位置也会不那么稳固。没错。不过对方现在拿着一只手箍在上肢法的颈上，实际上是上肢法的一个攻击的一个点。只要上肢法从南北转过去，这个时候木村或者十字固呢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不知道上肢法愿不愿意转？这儿这边是要做十字固。果然是。漂亮没有了，被对方翻了过来。上肢法两个脚踩着对方的胯。踩着对方的胯，这样的话对方没有办法压制进来，但是对方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抬头的。上肢法虽然有这个手肘夹在对方的手臂，但实际上这个并不太稳固。对，现在比较好的一点呢，就是上肢法一直控制住对手的就是脑后脖子这个位置，不让对手把身体直起来。这样的话，在我们的规则里面不允许开肘的情况下呢，对方实际上打击的能力和力量都是有限的。对。看看上肢法有没有办法马上站起来？我们看到裁判是叫停了这场比赛，叫停了两位选手。两个人的动作没有太多有效动作。对方似乎也是一个这个扑摔系的选手，并不太想换体位以后进行降服。漂亮。好，上肢法找个时间差。看到刚才上肢法那个迎击把对手的左眼的眉弓打出了一个小口子。对方的左眼眉弓已经开掉了。高招，差一点。第二回合还剩10秒钟，对手双腿抱摔被上肢法直接给挡住了。现在双方对对方的套路看来有点这种镜像性的这种动作想法，包括战术意识都差不多。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力量上可能上肢法是吃一点亏，但是实际上最近的比赛当中，特别是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我看到上肢法有很多小细节都是做得很好。双方互碰拳套致意。上板刚才的几次躲闪呢，还是可以。双方的这种滚肩摆拳真的是出的比较多啊。但是这样的滚肩摆拳可以说是一个优劣参半的一个拳法。如果打不到对方呢，自己的漏洞也会比较大。特别是在 MMA 比赛当中可以抱摔就很容易被对手低头，然后就猫腰给放倒到地面。没错。好，又来，直接进来。好，举到空中，漂亮，没砸倒。不过对方已经进入了下位，看上肢法怎么处理。对，地面锤击，漂亮，打击，这才是上肢法应该有的打法。看上肢法把自己的重心压在对方的这个大腿内侧，这样让对方的腿展不开以后，进入打击。
砸击。对方想进行降服的布置，但是尚志法很注意自己的手肘的问题。哦，他想锁腿，看到没？他想做西十字啊。尚志法已经把腿的重心箍在这个地方。有点硬做的感觉。要硬做吗？尚志法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能不能把自己的身体转过来。如果面对对方的泥板，也就是这个西十字固的时候呢，把两个腿搭住扣是比较好。我们看到他现在刚才是想做一个手臂三角脚的那个把位啊，他现在又是把手松开了。对方现在做了一个50-50。这边要锁腿，但是感觉要锁吗？这个位置应该是不行啊，尚志法已经是跪到地面上的这个位置了。做了一个拖后的把，但是没成功。尚志法已经拿过了乌龟的位置，拿背了。尚志法要翻吗？这时候要翻的话啊，拿背齐了。已经是骑到了背上，但是还有两条腿没有进去。两条腿在外头。对方防守的也比较坚强。看这时候可以多做一些击打，不要光想着抢把位。对，没错，就是要进行击打反挡，进了一个勾，另一个勾还没进去。啊，两个勾有裸脚的机会，看有没有。尚志法在打击。尚志法在进行一些地面推击之后啊。好的，看看还能不能上演单手裸脚的好戏啊！对，尚志法脚是不是还会在我们这个比赛中出现？有机会，很深了，应该是有机会，很深了。我们看有没有？对，依旧是对手还是想抓住对手的单手，还想做一个短的类似于的十字固啊，但是这个位置很难看。果然尚志法脚又出现了，没错，单手的裸脚。啊，很漂亮，又是使用出了单手的裸脚。下面宣布比赛结果：红方尚志法单手裸脚降服，比赛结果红方胜。Winner。